听讲你明仔要来高雄啊哈？明仔载。是。哦，安尼等真的，因为顶礼拜确实是时间。等足久的啊哈，一礼拜啊，所以哈，但是我上礼拜也是在其他地方。上礼拜较侪过来了哈。上礼拜也是在其他地方，我并没有怠慢，请委员谅解。是好，那我想说，你今天中午大家比较关切，就是要吃一个所谓的和解饭啊。你对这件和解饭的信心到底有多少？你觉得可以解决我们目前预算卡关的问题吗？只要对国家未来有信心，我们任何一次的接触，我们都要深具信心的。大家本来都是这样的期待的，而且我知道你要来当这个阁揆的时候，大家最期望就是你过去是调和顶赖的功夫非常的好，可是这一次发现呢，你好像态度越来越强硬啊。我比较好奇的是你背后的这个赖总统。我说实在的，一般来说，根据我们宪法44条规定哦，当院跟院当中有任何没有办法解决、有争执的时候，其实总统应该站出来做一个协调。所以我们只能说，到底对这次和解饭当中，我们的总统有没有为你开绿灯，还是他对这次的和解有没有什么样的一个想法？谢谢委员。总统跟我在宪法的职权上的分工非常清楚明确，而且我们也是这样在进行的。那这一次跟韩院长之间，是我们那一天我们两个人自己互相的约定。我想，如果不用动到宪法的层级，我们可以在两院之间来协调。我们也期待了，而且院长你也知道，这个问题症结其实没有那么大了，彼此各退一步的话，我们就可以好好把这总预算送到委员会里面，好好来去做。所以，我们对于今天的和解，其实不要是只是大拜拜性的，每个人都派出来，然后气氛氛围非常的好，但是最具体。特别是对于我们所谓的已经3读通过了这些，而且说实在的金额不太多的状况之下，彼此能够做出一个可以的一个沟通，我觉得这是设立一个非常好的典范，否则未来朝野真是永无宁日，这是我们大家对于你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期许啊。我也希望在法律的原则性问题能够得到大家互相的尊重跟理解之后，我们就能够顺利往后走。我们期待，否则的话就是无解。好，我们来看看我们这个碳费啊。现在目前的碳费已经拍板了，大概就是每公吨300元哦。但是呢，这个不管是经济部、产业界或是环团，其实都是非常的不满意的。而且我知道经济部长是公开表示相当的遗憾。我不知道经济部表达遗憾的是不满这个环境部呢，还是对于行政院表达深度的遗憾？报告委员，我想这个碳费的部分呢，我们还是因为企业是我们在当然是了。那环境部它有维护这个，我完全同意，部长，我知道，我完全知道产业这样的一个需求，所以我想问一下这个院长，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沟通过？经济部跟环境部有没有沟通过？感觉起来好像是要在党内互打的概念，而且我需要先确定一下。大家最关切的是，你会不会把这个碳费转嫁到我们这个所谓的消费者的身上，造成所谓的绿色通膨？其实这是大家比较关切的。是的，委员，当然经过数次的沟通，两个部会跟其他相关部会跟我本人，我们都参加过相当。你的经济部长深度遗憾，谁在写公？那如果今天我们定出来一个标准，经济部完全较好，那我觉得环境部那边就遭受很大的压力。所以你比较支持经济部，还是比较支持环境部？我们需要。就目前对产业冲击面能够缩小，但是我们对于这个碳费的制度，是我们对环境的付出，我们要相平衡。环境的永续很重要，但是有几个数字还是要让院长知道一下啊。你看，我们目前来说，像台电、中钢、中油都是属于这个碳排超过2.5万吨的这个碳排的大户嘛。那你看嘛，300块1吨，但是你如果有一些优惠，自主排碳的话，可以50，也可以有100。我们就这样算这个 range 好了。如果说是平均来说，1吨大概是100块的话，都几乎要缴到7到8亿，甚至到100亿的这样子的碳费哦。那你如何保证？这是我们比较关切的。这些东西到底会不会转嫁？包括中油，它其实也很想争取哦，把这个碳费的公式放到他们这样的一个公式里面。更不要说台电也想比照这个水费的收费一样哦，有代收的方法。这些就是一点一滴藏在细节当中哦。所以院长，你可不可以保证到目前为止，永续不用再讲了，大家都同意世界的趋势，会不会转嫁到由全民来负担？委员，我们常年关心世界永续的问题，我们每个人多多少少会不会有付出一点的责任是要的，一点点的责任啊，到底有多少哦？其实我们还是要来关切一下。你看，目前为止，商周就做得出一个大的一个非常严谨的一个报告了哈。他说碳费会带动中南部的房价，我跟你讲，你这边可以当博啊杯储哈，太多人会告诉你啊，这叫碳费保底的概念啊。你跟你讲哈，因为营建的成本未来会提高。
最近你看不到，可是他告诉你3、5年之后哦，因为这个部分太多的元素之后，一点个 key 给，所以目前为止已经涨到不行了。除了台积电效应之外，碳费保底的概念已经变成我们现在买房子里面大家来说服大家了。所以你有办法密切注意这个事情，产业的发展跟它所受的冲击，部长来答复。这报告委员，我想这一部分呢，经济部是不断的在看这些这个变化啊，我们大概都有一个小组，那不断的观察这个所谓的指数的变异，然后我们会有一些方法。那碳税的部分碳费的部分，我们跟环境部是在讨论，这个是在未来，他现在目前提出这样100块，但是我想这个主要还是为了因应欧洲。我们希望大家能够减碳。我告诉你，这没有问题，但是预期的心理已经产生了。所以你看，对于这个房市的影响啊，你们除了已经对这个新青安的风暴哈，已经可以请很多的大佬来喝咖啡了啦哈。你这个碳费的部分呢，恐怕你要启动另外一波，否则你这个因应的作为，我告诉你，现在已经造成非常大的影响。还有，我还要特别提出来，你这个征收到底有没有一个配套？虽然你们都是520才上任，但是民进党已经执政过去8年，你们也认为环训永续都是你们过去一贯的目标，但是很显然的，很多的乱象还是存在的。我想2位站在这边应该看出来，包括碳的敛财，告诉你现在有非常多的开班授课，告诉大家如何可以通过一套的方法，让这个企业可以少甚至不要。还有第2个，很多最重要的是认证的部分，很多下游厂商他很怕，他买到的替代的产品到底有没有符合这个规定，有没有第3方认证，到底会买错，这个部分也看不到任何。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碳泄漏，这名词我觉得有点不太好，我觉得应该改名叫做碳破口。就是说，很多人从国外进口不需要收碳费，但是我们台湾需要。这就是经济部你过去可能已经预估到，会让很多甚至水泥业等等之类的造成非常大的冲击。很多国内的传统产业因为要被征收这么多的碳费，会造成一些产业的一个出走。所以这些部分里面，大家就说，你到底要不要推动台版的 CPEC？CPEC 就像欧洲的这个边境的这个调整机制，我们目前没有看到，这都是我所谓的配套措施，基本上跨博。对不对？报告委员，现在这个因为环境部也是去年才成立，那么我们现在经济部我们上来以后，我们在不断的在讨论。那我们希望说明年能够提出来，就像您刚才所指正的，经济部标准局现在也不断的在讨论这样的一个标准是啦，对，部长，然后我刚才已经特别前提了。我刚刚前提的，环境部是去年才成立的，可是这就告诉打脸我们过去8年是民进党执政，不是你们。但是过去这些都是知道要做的，到目前为止才轮到你们身上，然后才告诉我去年成立，而且还有很重要的，我看不请问一下这个院长，你知道我们碳权交易所目前总部设在哪里吗？上次有讲过，我现在。我看到你的家里对啊，里对，你高雄啦，好拜托诶。每当去给我看一下，好不好？哈，但是呢，碳权交易所是在高雄，是在前镇，但是你知道成立1年多了，院长成立1年多，这很重要哦。但是呢，成立1年多，现在马上被诈骗集团盗用总经理的照片跟资料，而且用 AI 深伪的合成照片里面，在社群里面来贩卖广发金融商品跟投资的讯息。你讲刚对？哎，院长，碳权交易才成立1年多，很符合现在的潮流。李高雄。我恭喜在啦，行政院的效率应该要比上诈骗集团你们的速度要比上诈骗集团他比你更了解，1年多来他就已经不断用这个方法来去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这个东西是很严重的，院长你不觉得吗？是诈骗的问题，我们立刻来处理哈。好，跟委员报告，我们是去年才通过这个气候变迁的相关法令，现在环境部在9月份才公布了3个执法。所以他会一步一步的来处理，并不是说我们过去不作为，是现在到了我们必须面对现在这个环境作为的时候。我还是觉得效率是晚了一些啦，我们一直在补上了，连诈骗都知道要用我们的碳权交易来做诈骗，我们的行政院这个我们马上处理。对啊，这个东西还是需要处理，而且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经济部长不能只是深表遗憾，我知道你很遗憾，因为你站在这个产业的这一方嘛，一定会知道会造成经济的一些的影响嘛。但是呢，我觉得这还是要办法，而且最重要是碳费。不要那分配，我恭喜在，真的可以高雄恭喜一下喂，高雄现在是3高碳排高、污染高、碳费缴得高，所以呢，我们现在很担心什么？费用缴了这么多，到时候总部都不在我们高雄，就在台北，污染给我们吸，然后呢，钱缴到台北，你干不得力？以后这个部分你要怎么解决？这干不得力？
报告委员，我们现在啊，这个针对这个命题这么大的一个命题，我们提出一个可以改变的这个方法，也就是说，我进来以后，然后我提出来一个境外观内的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帮助台湾所有用电碳排高比较高的产业往外移走。对，这个是我们希望透过政府的力量。然后替他们找到一个可以发展的。对，因为美国也常做这个部分嘛。你把这个碳费收完之后，你为了要活络地方的产业经济，你有一套配套的做法嘛？这是我今天特别要提出来嘛。特别在高雄，你到底我们缴了这么多费用，而且你看嘛，这个目前来说，你们也宣布要用3大绿色基金。院长，我恭喜这况且绿色基金我也惊了，你看100亿的绿色成长基金。碳费已经收掉非常多了，那你这绿色成长基金到底要怎么用？到底要怎么分配？你到底可不可以增加我们高雄的补助？我刚刚跟我3高，好不好？我跟讲一遍，空污高、碳排高，我们碳费缴的也高啊。中共安内不搞完包走跟他嘴，立功对这个地方来说真的是非常非常的严重了。委员，我们跟你报告一下，您刚才所指教的这3个领域啊，我们都可以再处理。我们会把高雄它原来产生碳高的地方、电高的地方，把它移到其他的地区，让高雄在原来的地方可以高质化，做一些比较高值的。对了，所以说你就是拿到这些钱之后呢，就要用在我们真的已经是牺牲掉很多的这样的区域了，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原则啊。但是我也要特别问一下啊，安国实在的，收了这个碳费就有办法解决一个空污吗？大概看记得，2021到2022台湾的10大污染源53的2高雄啦哈。啊，你还要说像我们的新达电厂，说实在的，2022年竟然比2021年的碳排还要增加4.6%，哎，拜托哎哈。古尼这真的是已经做了这样的处理的，碳排还是要增加，所以说我说实在的，这是不是有办法透过征收这个碳费来让我们环境更加永续？这个数字会说话啊，院长、部长，对不？所以你说以价质量，经济效果，刚金价有把这个碳排的这个大户就会因此要怎么处置？这也是一个大的课题哦，对不？是，所以这样我们更需要。来协助辅导，要求他们能够自主。你不要到时候到了2024比2023的碳排又更高。能够达到的自主减量的这个产业，它才能够用优惠的碳。所以我就是告诉你数字嘛，用了这些东西，到时候你看碳排量还是很高，而且像技术又这么样发达，最后的时间真的很有限呐。我确实啊，大家还是考虑到电价的问题嘛。因为郭部长刚开始的时候，6月你就说你不赞成拨补，但是你们的行政院发言人马上帮你讲说，哦，这1000亿。不是跟这个有关，好，很快就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今年我们看到的预算当中，还是要再编1000亿啊。所以我只能说，你看涨幅12.5%，然后呢，台电营收有741，那为什么还要再补1000亿？这是大家非常关切。重点是你补了1000亿之后，你真的可以保证我们的电价到底可以撑到什么时候？可以让我们的民生用电大家都有个安心的一个标准呐。是，报告委员，如果说我们能够得到这个大院各位委员的这个支持，然后我们可以改善这个台电的这个财务，我相信我们现在因为这个原材料的这个价格看起来已经到了高点。我们现在很多买的，我们家购电量是比较高，但是我们的那个整个材料费是降低的哦。你要知道，现在整个俄乌战争完之后是完全往下降。然后我会要求台电的这个管理能够精进，所以那个院长有要求我2年内如果这个台电不能够正向得了这个补助，然后2年内你还要涨价。那可能就是我告别的时候。你一直告诉我说2年之内我给你这么多的钱，台电还没有所作为，还是不断的，要么就是给我涨电价，要么就是补助，就是你郭部长下台的时候，你知道为台电下台就对了，因为你要为你的政策负责任就对了。我们是说我们会共同努力，让2年后台电的财务能够健全。那健全的过程当中，总有一段要调整期。现在我们尽量在调整，内外部都要调整。其实历届部长都想要让台电健全啦。你的补助啦，你的补助对我们的民生物价的这个稳定有非常正向的。我们当然知道了，但是你这样台电不是只有这样，还要拿4500万去做宣传费用，告诉大家台电是多么需要大家的补助。我恭喜在的，现在花的4500万在做宣传远不如好好的
处理一下，到底整个管理的机制是怎么样，好好运用你过去管理企业界的机制来给管我们的台电啊。最后最后一个问题，每次涨幅不能超过3%，好不好？但是现在涨幅嘛，不是11就是12.5，我觉得你那个3%哈都是顶 gay 啦，有不？你们每次说随着物价的波动会做调整，那你就不要定3%啦。每次都说原则是3%，结果没有。